那你傻了吗？哎，它的定价有很贵吗？大部分都是放在那个吸收的那里。这次喝过没有？它的有收。对啊。老师，我可以加1吗？圆筒强度的 Makers Mark， 不是一般的 Makers Mark。谢谢老师。各位有认真看我的频道吗？有。Makers Mark 哪里厉害？看酵母菌不是，没有认真，请回去再重新 review 我的 YouTube channel。不是，辣会影响风味吗？软红冬小麦，它的原料软红冬小麦，所以以至于相对一般波本大家都认为是呛啊，不过这次也会呛，因为它酒精比较高了。但一般为什么 Makers Mark 比别人好？因为它有一个原料叫软红冬小麦，因为原料的关系，它更 smooth， 不会 harsh， 柔软的感觉。所以即使它高酒精浓度，有些感觉比较 silky， 即使它也是用全新橡木桶，这就是软红冬小麦。请认真看好不好？软红冬小麦，记住喝完赶快喝完，我们看下一支。这支也有在我的 YouTube channel 里面，喝完回去重新做功课可以吗？可以。这支非常特殊，看这个吗？这个签名叫 Fregno， 军兵集团的第7代传人，他们的首席调酒师 Fregno。这个签名看不懂没有关系，它是日文。哦，弄成英文的写法，他是三得利的现任首席调酒师胡宇生2先生。这是 Fregno 的侧脸，然后用一个东方的方式来创造出一个美国威士忌。哇哦！但是因为美国威士忌在台湾不是很红，所以没什么人喝，所以他们就没有进来台湾，可能消失了，不知道。但这个是非常特殊的绝版酒，喝喝看。我让林一峰老师倒酒，所谓的这个会有多爽？是学子，是我这次的线上课程的公司，就是他从疫情前，他们希望我来拍线上课程，一路追踪我，追踪疫情后，终于答应他们拍线上课程。一来酒拿钱，拿就拿钱。讲话就是很有那种灵魂的 power， 就是未来爱尔兰威士忌没有，现在大部分都新酒厂，只有2家是旧酒厂，而这家是唯一，其中一家旧酒厂之外，它是全世界最老的一家酒厂，400年。哇！比苏格兰任何一家酒厂都还老，叫 Bushmill。一定要喝看这次，像日本准备好了一样上去了，它一定就是三得利，给大家喝看看。所以这次很细腻的味道，谢老师会有闻到很多像橙花一样的味道，甚至像是百香果啦，有一些香哦berry 的味道啦，就是真的水果的味道，莓果类的味道，超香的。芒果的味道，芒果青的味道。哦，我知道这是苹果。苹果什么红的还是青的？红苹果。哦，就很细腻的，有点红苹果的感觉。你也觉得红苹果？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强烈的味道？你们觉得？水蜜桃。哦，好像有一点点。看，所以酒友之间彼此分享就这样子。哦。西洋梨好，就是有时候这味道你还没有形容，别人形容，你其实就可以 catch 到了。真的。我们就说其实这是我们的幸运酒味，对，我们要调出来。所以他刚刚就问了，就是我们常喝酒的时候，这个好熟悉哦。对啊，讲不出来，真讲不出来。香蕉刚成熟的味道。我
拜访过这家酒厂，这家酒厂是一般人进不去的，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酒厂。我上次去拜访这个酒厂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刚好 COVID 刚结束，然后整个酒厂人都不能工作嘛，因为在他们管理非常严格。可是他们所有的酒厂工作，就像酒厂的人就像是 family 一样，所以他们根本不想离开，所以他们就待在酒厂里面做什么事情呢？就开始画画。所以每个酒厂工作人员就把蒸馏器啊、发酵槽啊，所有东西画起来，然后他们自己就在自己的酒厂里面办了一个这样画展。然后。因为我是认识这里的人，所以我才特别去了那里。所以它一般没有 Visa Center， 所以是很难进去逛逛。然后里面还有那种已经50-60年前已经没有在发卖槽，他们仍然保有着，所以它是非常非常古老制作的。这种非常古法制作的，而且是波本桶，里面会有一种特殊的奶香味。早期的苏格兰味道，现在很多的苏格兰威士忌都做得太干净了，干净到每一家都长得很像。但是如果你想要喝喝看什么是老味道，威士忌，苏格兰威士忌的老味道，因为设备老旧，然后做法老旧，再加上他们也没有太多跟外在的一些交流，所以他们很多老味道。就带一点奶味，对我来说是有瑕疵的。乳酸菌介入并没有有效的处理，但是这个味道长时间熟成的时候，它并不是坏的味道，是反而它的特色。它是台湾苏格兰的老味道，不是，都是在苏格兰的。谢老师。它是因为有一阵子苏格登是全台湾卖的最好，这个有点奶香哎，所以有时候卖的好，大家就觉得这个卖的太好，一定不好。就像麦卡伦，以前早期喝麦卡伦的人少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是顶尖的。这些年我看好多人都在骂麦卡伦，因为我觉得价格越来越高哎。第一个价格越来越高，第二个是大家都在喝，就不稀奇了。20年前如果你喝麦卡伦，哇，你就是最有品味的。但现在大家都在喝麦卡伦，感觉不稀奇。10年前如果你喝日本威士忌，哇，你就是最有品味的人，你走在大家最前面。很多例是吧？对。现在你喝日本威士忌呢，你喝三旗、喝响，代表你很有钱。真的，因为太贵了。对，变贵，贵很多。还能够当 daily drink， 哇，你真的是。对。麦芽的味道你形容对，因为其实越原始的制成，相对来说谷物的味道会保留的比较多。像有一家就叫云顶，手工贩卖 Spring Bank， 我一直搞不懂为什么云顶可以卖那么贵。对啊，为什么？炒作。因为正常来说 Spring Bank 并不应该是个受欢迎的味道。以前橡木桶都拿来试喝，因为它很老派，制成又不精确。我们常形容它最多味道叫麦收味，它应该是属于老饕的味道，因为老饕就觉得我更不想要喝太干净的，我想要喝有点像是模糊一点，我觉得艺术感很强。对。Spring Bank 应该是这样子的。就莫名其妙，现在大众都在买 Spring Bank， 那就不对了。跟老师好神奇哦。分享一下，因为上次我有到一个酒庄，刚好问到有人，那个老板有去云顶的酒厂访问过，他说那个云顶的酒价格之所以会起来，是因为他们云顶这一支并不是他们的常态性产品，他们那个酒厂有点像是他们工作有所谓的放暑假跟寒假这种模式。云顶的话，他们是所谓那种员工放寒假跟暑假，他们才会做出来的市场。这点老师你知道吗？不是吗？这说法一定是错误的。应该这么说好了。Spring Bank 这个酒厂，他们本来就做3样东西，一个东西2次蒸馏的，叫 Long Roll，2.5次蒸馏的，就是 Spring Bank，3次蒸馏的 Earl Burn。那你本来在做这3个的时候，你中间一定要休息，要清理。对，所以他可能刚好去的时间，那个老外在跟他表述他的时候，他误会，他绝对不是。以前 Spring Bank 是云顶是2.5次蒸馏是他们最主要的生产 ，Earl Burn 是后来跑出来的 ，Long Roll 也是后来跑出来的。你现在告诉我说 Spring Bank 是他们最稀有的，没有这种代志。
以前 Spring Bank 就有 Spring Bank， 后来才有2次蒸馏 Long Roll， 后来才有3次蒸馏的 Husselburn。那你告诉我说 Spring Bank 是卖这么贵，是因为它稀有屁啦？就是破除迷思。对，而且它应该是一个很手工哦，应该是你老饕才会去感恩的，而不是大众消费者哦，这很感恩的没有？对对对，太收味了。现在全世界80%以上都是喝调和威士忌的哦，哪有人像台湾喝这么多，超过50%都是 Malt Whisky， 哪有这么多的？所以人家本来就是大部分做出来的酒都是要拿去做调和威士忌的基酒啊，是每一家都这样子啊，不是只有云顶。有去那个坎培尔镇，那时候有看一下。去 ，Oh my god！ 就特地去看一下，然后但是就看到外观而已，然后发现他们酒厂是真的蛮小间的。想说是不是因为小间然后产量少，所以就是因为这样产的确它产量非常少，但它的定价已经本来就已经比别人高了，所以橡木桶卖的比别人高，我觉得没有话说。例如说，本来别人同样的东西卖1200，他卖2500。合理啊，因为它产量就比较少。但例如说，一支酒已经到了10年的酒、12年酒到12000。哦，对，那不合理的。对，那就15000，有点炒作的感觉，那就不要再买了。所以我们要有自己的判断力。可是当地的酒吧卖的云顶还蛮便宜的，酒吧对，好像我那时候买喝一杯10年的，然后大概6块英镑，大约就是台币大概200不到300块，一杯10年的，应该是这样子的。所以那时候还可以喝在那边直接去喝 Spring Bank 的。赞哦！而且不一定还可以找到老酒。早期我们都会去附近的酒吧喝到那种很老的酒，甚至有一些酒厂都会折惠于附近的酒吧，给他们一些特殊的装瓶。像我们去艾雷岛去住附近的饭店，他们都有特别释出单桶给饭店的。就是你们没有看过的La Foreg， 没有看过的La Foreg， 就在饭店里面就可以喝到，只有饭店独有的。可是我发现他们那边的客人大部分都还是喝啤酒啊，这边的酒吧大部分的客人都还是喝啤酒。有可能啦。对，我们是因为爱威士忌而聚在一起。对。但对于他们的酒吧来说啊，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下班就在那会了。而且你下班去酒吧里面，你就看到，如果这个酒吧是在酒厂附近，你会发现很多酒厂的工人都在里面喝。请问你在威士忌酒厂工作，你到酒吧里面喝什么？我喝啤酒。当然啊，喝腻了，我整天都在喝威士忌了。我每次去酒吧也是一样啊，大家都喝啤酒啊，就我一个人在喝威士忌，因为我享受，好酷哦，那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你就到国外去，你就发现12年的 Single Malt 已经不得了了，18年 Single Malt 很可能是5星级饭店最顶配了。台湾基本款嘛，很不一样的思维逻辑。老师，你还记得你喝的很远古的第一杯的威士忌吗？你是因为什么原因而想要踏入这威士忌的领域啊？我大1我就开威士忌酒吧了。那你未成年就喝酒了吧？大学还没毕业我就开了5家了。哇！可是为什么会这么喜欢威士忌啊？我很好奇。我也没特别喜欢，我葡萄酒也喝啊，威士忌也喝，白兰地也喝，我都喝啊。我也会调酒啊，我都喝啊。但慢慢喝到后来，你就会发现，如果你只想买醉的话，喝伏特加比较好。只是酒精。然后你想要觉得自己很潮，我们以前80年代很流行 Tequila， 下很潮啊，你就喝 Tequila。琴酒是这几年流行的，以前琴酒根本没人喝，好不好？大家都觉得杜松子味道很臭，就像是大家觉得泥煤味很臭一样。但现在突然间琴酒又流行了，没有人觉得杜松子的味道臭了。喝到后来，你就发现，你真心要觉得长时间喝下去更有层次的东西，要么白兰地，要么威士忌。还有葡萄酒，因为它们才会有变化。那你伏特加变化要做什么？柠檬伏特加，对，添加辣椒伏特加，感觉是添加物，对，添加的。然后琴酒你要怎么变化？我拿更多的不同的在地的
herb， 对，放到里面去蒸馏，萃取出我的味道。对。但是那就一样是姜，威士忌跟白地不一样，很简单的原料，透过发酵蒸馏放进橡木桶，天跟地自然的对话。老天爷把他的魔手伸进去，经过熟成的时间会变成什么样的东西我不知道。那我每天都等着它带给我的惊喜。老师，这就是你说的风土，就是它的那个味道。这跟你加进去的不一样，风土是加进去。对，自己跟天地对话产生，自然而然的出来。我没有说那些东西不好，我也会对，是对我来说，这是我的思考方式。葡萄酒也是啊，葡萄酒没有蒸馏，但它直接就是反映了作物的风格。所以我也喜欢葡萄酒。老师说没有很好喝，老师说他不喜欢，他现在叫大家喝对，他是很好笑哦。我上次喝它是喝一点就好了。我们来看看它到底是什么味道。我不记得它的味道，但是我现在回想一下，我为什么没有那么喜欢它的味道，是因为应该我喝到它很多木头单宁，就是那种陈旧的木头的味道，涩味的。因为那一定是从葡萄酒桶里面来的。味道好像就有一点端倪。阿嬷来烫薯，阿嬷烫死，有点像那个菌菇类的味道。我们在讲堂说讲到那个肥皂的杂味嘛，那味道我喜欢。但这个杂味我没有那么喜欢。你们觉得呢？有我说的那个味道吗？我觉得以前我们讲的那个什么，因为我已经开了一阵子，也许它开了之后味道会散掉，我不知道。以前喝高粱酒那种瓮叫什么瓮？陶瓮。对，陶瓮的味道。它不是橡木桶的味道，是陶瓮的味道。因为正常来说，这是从事3次蒸馏的，它应该呈现出很干净的味道，对不对？但你有没有觉得干净？先经过波本桶，然后再经过所谓的红酒桶里面，然后它的颜色应该是红酒桶给它的，所以我认为是蛮深。我自己的判断是，我觉得红酒桶下得很重，然后让它的3次蒸馏原来干净的酒体产生了不是我所期待的味道，所以这支酒不喜欢。我没有不喜欢 Oaken， 我喜欢 Oaken， 但是对于这支，我认为它的红酒桶下得过重，不是我喜欢。老师，我想请问，那这是属于一种流味吗？你觉得有没有流味？我觉得有点流味道。葡萄酒桶正常来说应当都会有流味，有流味吗？我自己觉得蛮明显。有流味吗？有。我的个人有流味吗？没有。有流味吗？锅碗瓢盆没有洗干净的油腻味。其实讲的蛮好的耶。还有铁，就是那种锅碗瓢盆那种铁。我女朋友很会喝，蛮会讲的。她很会讲。什么味道都是它的味道，也是啊，它自己的风格，它的味道。你在很多葡萄酒里面可以喝到那个味道。因为葡萄酒本身的酒精浓度比较没那么高吗？低，所以以至于酒桶在运送到威士忌酒厂过程当中，其实是比较容易有杂菌的滋生。但是一般来说，他们就会用2氧化硫去做杀菌的动作，比较好运送。那2氧化硫加多了，它就会产生过多的硫味。我自己觉得是这个味道。2氧化硫加少了之后，它可能就会产生杂味。所以你怎么样抓到它的平衡？但是这支我认为那样的桶子内容我没那么爱。老师，那你觉得尊美醇如何呢？因为我尊美醇的3次蒸馏我也觉得尊美醇更顺啊，它就是很低、很清爽，我还觉得还不错，很滑顺。对，是很干净。我自己觉得赶快喝，不要讲话，先喝，因为我要你对比2次、3次蒸馏，因为苏格兰跟爱尔兰的差异性在哪里？西米尔是爱尔兰是吗？爱尔兰是不是跟那个一样3次蒸馏却50%的不同？完全不一样。干净，那个是厚重，一个很高，一个很往下走。对，一个是很沉的味道，对，高香型，这是我常形容的。蒸馏出来的酒精浓度越高，越会出现这种高香型的味道，这就是所谓的高香型。轻盈，
花香的那种那种白花的香气。刚刚我在给大家试这支3支蒸馏的时候，没有人用，没那么正，没有这样形容。我在讲，大家没什么反应。但是当你从苏格兰喝回来之后，你就可以闻到好明显，一比较就有差异。对，一比较好明显。我自己逼出来的焦糖调色，我们就爱生的。对，而且还有好多人就我这个就最深的，然后搞得逼得人家酒厂加焦糖给你，他不加你也不买。我本来是正常这个颜色，对，因为调到我给他导游，我跟你讲卖的超好的，人参啊，不要开玩笑啊，真的资本主义的结果。可是就像你讲的是知识品饮的年代了，所以说像你推广这些威士忌的文化，让我们大家更多了解。真的，我超支持你去推广这个威士忌的文化，让大家更了解。大家很困难。对，这个概念跟既定的一些旧有的一些。像你们这样会站在这样喝酒的人，看就这几个啊，这很少，不到10个。哦，这样子。110 ，OK 好。有喝到日本威士忌吗？当日本威士忌充满着伪日威。台湾人对日本人充满了迷思。我们从小就觉得从日本买回来家电比较好，从日本买回来贴布比较赞，一定要帮老人去日本买那个治疗膝盖的啊，总觉得日本的上面写日文最好，屁日本的威士忌法规非常的烂。现在是不是有？现在改了。对，现在有改，不严谨了。我要说现在变更严格了，比较宽松了，非常的宽松。宽松到什么程度？就是我去买加拿大、美国什么布拉布拉巴各地嘛，瑞典巴西，任何地方，非洲都可以，只要哪里有，买回来，然后在我日本装。然后装完之后就可以贴 Make in Japan， 哇 ，I am Japanese whiskey， 哇，明明日本威士忌酒厂就那几个，品牌却无数的多，然后刚开始没人喝日本威士忌无所谓，突然间日本威士忌大红，对，你知道我身边真是一堆人，平常不喝威士忌的都去日本观光，然后回来，Steven， 这个可不可以买啊？那都是假的，所以伪日威。他可能从别的国家买，装了自己的品牌，卖的跟日威一样的价钱。哇！然后我身边一堆朋友乐此不疲啊，我都不能解释，因为这样会坏人家的生意，所以你看我到目前没提任何品牌，不可以说，对，不可说。日本威士忌已经从原来的7家酒厂晋升到超过100家酒厂。哇！领执照的已经超过100家，哇！这是我问于水金一先生说的。但实际上在线上真的没有100家，但是他们有执照已经有超过100家。的酒，他要等3年才能做，因为清酒在日本卖的超烂。你很难想象，对不对？对啊，我也会喝但是因为他们在国内年轻人已经都不喝清酒，因为像老人一样。日本人其实很保守的，但你会发现这几年清酒一直往外输出。因为我们台湾跟日本人关系太好了，所以他们第一个想输出的台湾。威士忌想输出的是2006年就开始往台湾先做试水温，清酒也是啊，所以我们台湾就觉得清酒太棒了，有这么多选择性，但是很多清酒酒厂都倒了，因为他们是地酒，但旗下他们推广到欧洲啊、美国啊，很多那种日本的料理店都有在卖。其实反而他们国内不景气，却有助于全球的推广是好事情。但相对来说，他们要转型，而要转型什么？威士忌是最好的转型的点，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觉得威士忌现在日本威士忌炙手可热。这个不是，这个因为是本来他们就开始做了。因为酒厂是在濑户内海旁边，如果你有去观光，比如说在广岛，有一个在海上的一个鸟居，红色的鸟居，就在他们酒厂附近。
所以有空如果去那里参观的时候，可以去参观这家酒厂。然后这一支呢，它就是不是伪日威，是真正的日本威士忌，正日威，所以它是真正的 single malt Japanese whiskey。然后，而且现在的法规规定，它必须要很清楚的告诉你它在哪里 age。它不只是这样，它还是单桶 single cast， 全球限量160瓶。这真的超好喝，60.6%，超高。它有日本威士忌应该要有的细致风格，在濑户内海旁，或许会有感受到一点点的咸感。圆筒强度能喝吗？可以，160瓶喝一瓶少一瓶，看可以。带来说是这样子，看你是这样子的，来多喝一点，多喝一点。你有喝过单桶的三旗吗？没喝过。刚刚看单桶的白粥吗？价格已经是天价了，但是单桶的因为我们可以先喝喝看，好不好？爆牌为什么？日本威士忌，因为他们后来太多的伪日威，所以呢，他们改变了他们的法律的规定。因此，现在如果你觉得我们过去所喝到日本威士忌太昂贵，可以尝试着，我们可以尝试着喝一下其他酒厂的新兴酒厂的日本威士忌，他们一样具有日本威士忌的风格跟特色。喜不喜欢？你看到没有？这是后来再出的，所以现在他们对于法规有严格的规定，所以一切都不能够骗人。这是之前的，现在之前，现在最新的都一样。Brand and Bottle by Kirin Distillery。麒麟的，所以这支是正日威，对不对？没有，谁说的？Brand and Bottle 装的。他在那边调弄起来，对 ，bottle 装瓶，他有说蒸馏吗？没有哎，他有说成年吗？没有。人家很诚实。加分，诚实加分。但是首席调酒师很厉害哦。我必须老实说，就是你如果抱持着我要喝日威，然后一瓶花5000块买，那你傻了吗？它的定价有很贵吗？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是它定价也没有很贵啊。你为什么要用日威的方式来要求它呢？但首席调酒师很厉害啊 ，Why not？因为这只是英文，而且现在人家很成熟的。我还要讲一个，现在号称日本最厉害的蒸馏厂。哇！这个是什么？这酒厂叫什么？致富。哦，致富有听过。除了那个旧酒厂之外，新兴的酒厂 No.1 就致富，同意吧？同意。得过大奖，哇！而且听过，很厉害。因为法律规定的改变，以至于现在所有日本威士忌的标示越来越诚实了。来了，Malt and Grain World Brand Whisky， 世界调和啊！什么叫世界调和？买其他的酒啊。国际，爱尔兰、苏格兰、日本、加拿大、美国，他把这5种产区的威士忌调和在一起，在日本调和，在知名的致富酒厂调和。人家很诚实的告诉你啊，它是不是日威？你情我愿啊！5年前，当没有人说什么的时候，也没有法律规定的时候，然后他也没有特别标什么，只是他也是遵照日本人的法规标 Japanese whiskey，然后你就会觉得你受骗了。但事实上，日本人干这种事情不是只有这几年骗你的钱，他之前就这么干啊。因为他们的法律就是这么宽松啊，对，他没有要骗你的钱啊，是你为了追逐名牌，为了追逐日威去买的啊。但因为现在有法律规定了，人们就很诚实的告诉你 ，World Brand Whisky。对。
日本威士忌法律已经通过，不要自己骗自己。未来应该不会有这种问题。但是我们要仔细阅读酒标，对，这样什么叫纯粹的日味？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还写英文给你，不是写日文。只要上面标 Japanese whiskey， 而且人家很告诉你哦，还告诉你它在哪里 age。Sakura Sakura 就是他们的英尾的酒厂哦，英尾。所以你看，很清楚的告诉你的就是这支就是生产、制造、熟成、装瓶、熟成，都在日本。我们再找一个哦，不河内，这2家是同一家公司啊。这个很有意思哦，它是用 PT Cast Finish 泥煤，用泥煤桶去做风味桶，最后熟成。来看看哦，它是 Brand Japanese Whiskey。这个酒在早期的时候，它就是世界威士忌哦，因为这日本啊。哦。但是因为法律过了，所以他们就开始调整，就把他们原来世界威士忌的部分换成了自己，因为自己有酒厂啊，换成自己是，所以他就可以标Japanese Whiskey。你早期喝的复合内是什么？世界的，但是现在是不是世界的？日本的了。酷，就这样，好好玩哦。不然你以为？很多你没有看过的牌子，在什么家乐福，在什么一瓶卖200多、300块，有没有看到威士忌？家乐福、古堡品牌你连看都没有看过。你有买？我买过啊。那有税耶！竟然要税耶！你把税扣掉，超便宜的。再把瓶子扣掉，哇！再把软木塞扣掉，再把它包装费扣掉，你请问它成本多少钱？超级便宜，1/3。对啊，所以它一定是去找到某一个地方专门大量生产的，可以拿到最低成本的地方来做自己调配。不一定不好。我觉得是你如果想要去辨识里面的一些风味啊、层次感，可能就是很简单的。对，很简单。它很适合拿来做菜，或者很适合拿来调鸡尾酒。对。就是它是一个单纯的只放了2年的威士忌，因为台湾的法律规定只要2年就可以吃威士忌。苏格兰是3年，日本好像也是2年，我记得。所以它放2年就可以了。没错。然后它可能，比如说我在加拿大，我成立一个酒厂，有在写酒瓶。我自己写，我已经成立了2年了。我如果不敢卖酒给你，我活不下来啊。家乐福、古堡最便宜的。小女巫。比较有一点，比较肉感。原来是这样。如果你喜欢巴布莱尔，我女朋友喝过巴布莱尔，我觉得她是需要醒酒才能去品尝到它层次的威士忌。这只是老师爱的。开瓶我跟我女朋友都喝，我觉得有点凤梨的味道。你要问他是哪一支？我喝的是2001，就单头。对。哇，颜色很深。酒精浓度很高。对，那多半是这个原因，不是跟巴布莱尔有关系，不是跟巴布莱尔有关系，是因为你的酒精浓度太高。好哟，感谢你，谢谢，拜拜。好 ，OK。没有觉得威士忌喝跟着重新入城了。那我镜头来就会怕了啦。好，走。哎呀，喝威士忌，从来没有想过喝威士忌会是一件有品味的事情。哇！是我们在这边可以理解到这件事的，好爽啊！耶！哈哈。欧洲去开创它的地味的味道。Magic No.1 在分享好的时间笔记。这个我有一个小故事，我等下跟你讲。好，这个百富12年，喝什么？就直接讲了，就是常喝，没事。他笔记没有吃品牌哦，没有吃品牌。他笔记写个喝。哎，我喜欢这个，我超喜欢的，我超喜欢。超赞，这我超喜欢。艾雷真的玩，加上古早那个皂味。对。哇，那个皂味真是
一种怀念又非常独特的味道。真的是肥皂的那种皂味吗？真的是肥皂，我觉得你要说肥皂很多种，因为现在很多嘛，什么奶香的肥皂、各种肥皂，那你像回到最初的那种肥皂的味道，什么立式的牛奶。老师那时候说什么美洗什么的，不是你要洗过那个肥皂，哇，那我没洗过。好了，反正就是一种肥皂味。对，但是你一喝到，你就会有那种葱皂味的香味，然后，对，再慢慢会有那种淡淡的雪茄冷烟的那种味道。我没抽过。这我没办法想象。啊，对啊 ，OK， 那就改天抽一下吧。连烟都不会抽你。没事，抽烟跟抽雪茄不一样啊。抽烟你要把烟抽进去，雪茄是你只要去含着它的香味就好。真的假的？抽烟旁边人会觉得臭，但雪茄旁边人会觉得香。那大麻就知道它的烟是我倒没抽过。有够臭！哦，你不是去泰国？泰国都是大麻味。我想荷兰才是这个泰国味。不好意思，没办法形容。我不会抽烟，但是我不抽大麻。人生经验不足。这五个就是刚刚喝的了，最后一个就 Milestone。OK。裸麦。就是老师在介绍它12食物里面，它5个使徒的味道。哦，对，低温210个小时发酵。对啊，发酵出来的那种香味。210个小时。它一般发酵2天，它的发酵还有2个小时，它发酵到9天去了。哇塞，9重天去了，疯狂 ，crazy。苏格兰的吗？这是苏格兰的。我搞不清它是印度还是苏格兰的。我现在有点忙，所以不好意思哦。没关系。哇，超爽的！我觉得我喝够了，我得离场了，不行了，我已经超忙的了。我可以跟我们2个新的麻吉在那边狂喝乱喝一通。他们还在吗？去跟他们 say goodbye 一下吧。还是他们走了？对，你还上这么快到？我怎么上车很快？有一点点。就你刚刚说那个檀香，我是认为它是烟熏啊，可是烟熏的味道。就刚刚有讲，就是你刚刚讲的类似那种。对啊，好像其实就很像烟熏。我觉得我喝够了。你觉得你要水吗？你要水吗？我有。对啊，适量就好。我想要跟你们 say 一下 goodbye。OK 啊。OK，因为我差不多点我要去找我太太了。啊，是哦。对啊，他该下班了。5点半下班。哦，是哦，那差不多，再半小时。哎呦，很开心认识2位，真的 Sherry 跟小高。耶，蹦！哈哈哈！棒 ！OK， 好了，我要上了。好，你们好，我会再上片，平安，我剪好看一点，丢上来 ，No problem。耶 ，Love you，Bye。哦，超爽的！参加一个酒会，还认识2个新的麻吉啊！嘿，我好忙哦，我赶快去我的 backpacker 啦，赶快去 check in 了。走过去那边的话，好像没有很久这样。好，我们先 check in， 太爽了哦！我今天酒会的值回票价，台北101。忙到一个不可思议哎！哦 ，My God， 我超忙的哎！我刚才跟2个麻吉在那边乱喝酒啊，好爽啊！呼呼，麻吉，我要去 check in 了，拜拜。你好，我预定今天的入住。有。好，各位隐形战友们，现在时间晚上6点57分，哇！我超忙的我怎么可以喝到那么忙啊？太扯了啦！原来这边有全联啊，不错。晚点可能会来这边买个东西。刚才去 backpacker 啊，晕在里面，晕死在里面了。附近有一间面线店，毕竟我也是面线大魔王嘛。来到台北的话，面线大魔王是不是应该要补充一间面线店，对不对？哎呦，
到现在头还在晕呢，糟糕啊！我到底喝了什么啊？我就喝了植杯大叔推荐的酒啊！我今天真的没有跑什么酒，那些摊贩我真的没什么喝。宿醉有遇过当天宿醉的吗？宿醉不是隔天才会宿醉吗？我现在怎么感觉像宿醉一样？我刚才在 backpacker 直接晕倒在那边。从这边走路过去大概10分钟啊，10分钟会到。就是我们不一定要舍近求远啊，其实这边附近感觉好像有很多好吃的，有 7 啊，有50兰啊。有一间叫做碰面 ，Oh my god， 排骨汤怎么？这是黄金面线，我当时曾经有来过这边吃，黄金面线还不错，我喜欢。可他今天没开。好了，我们去吃一下那个我有查到一间叫小凤面线，它有20个评价，我们去吃一下小凤面线，然后再如果还不够的话，我们再回来吃别的，好不好？好的。刚才那个排骨面让我有点好奇，台北真的很多奇妙的店哎，这有一个金凤大饭店，这为什么会叫大饭店啊？看起来很好吃啊，可是反过来说，台北很妙哦，台北很多店都超多人排队，但是其实吃起来没那么好吃啊，我个人口味。这里随便一间都看起来都很厉害，生意都超好的。可是有时候我们要避开这个迷思啊，很多人的店不一定好吃，因为台北人太多了。就算不好吃的店，还有是一堆人。哦，原来这边是吴兴商圈啊。好，我们面线店就快到了。这间看起来很赞呢，我直觉对吗？一碗小羊肉，感觉很赞。怪事，还是他没开，刚好今天没开。吴兴商圈的小凤没开啊，我没找到。我刚才有看到一间那个大肠面线啊，我们去吃一下那间刚才看到的无名大肠面线好了。试试看这间吴兴街上面的 Google 没有资料的大肠面线好了。你好，我想要小的综合内用。好，香菜可以吗？可以，谢谢。还有一些鹅啊、大肠，比较浓的勾芡。大肠还 OK 吃它比较没有什么卤啊，偏原味。鹅的鲜度还不错，蛮新鲜的。上课。谢谢，拜拜。想要再吃一个什么耶？还没吃饱。这蛮香的，金凤大饭店，我们来吃吃看这个好。还不错吃，不过它的饭有点硬邦邦口感，然后它的鸡肉部分有烟熏，还蛮香的，有嚼劲，嚼劲油嫩，蛮厉害的。整体而言的话还不错啦，我最喜欢它的辣椒。哇，吃饱喝足了。我发现我有一个观察，台北人真的很妙哎。我刚才听到有一个客人跟那个老板在对话啊，老板就跟客人说：“不好意思，我这50的。”然后客人说：“不用，不会，是我不好意思才对。”哇，这个三言两语之间就感觉说透了整个台北的一个文化，这有礼貌到让我一个吓一跳，吓歪啊！那这台北人如果去到台中或南部，会不会觉得说：“哎，台中人野蛮人啊，对不对？会不会这样？他们真的太有礼貌了吧？”好，吃饱喝足啦，我们慢慢换回去吧。我去 7 问一下，那关东煮怎么没有看到碗？然后他跟我讲说，关东煮刚好没有碗，那看你要不要买其他商品。太妙了吧？好啦，没有了，没关系了。早安啊！那个隐形战友们，我还没习惯改称号啊。这个 backpacker 上面还有一个休息的公共空间啊，我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等下再出去吃个中餐。再来呢，我们的台北观察日记呢，就会去那个北师美术馆看一下草间弥生。谢谢哦，拜拜。等一下，我们应该会骑脚踏车去美术馆。现在时间10点41分，我查前面好像有脚踏车可以借。找到了，在这儿。
竟然有水帘洞可以看看台北真是神奇之地。快到了，快到了！我在想还有一个可能是因为台北很多脚踏车，就会让我有点日本的感觉。日本也是很多人骑脚踏车。哦，看到了草间弥生。这是要从哪里进去啊？应该是要买票吧？啊，在前面这里。哎呦，380哦！哦，哎，怎么办？我犹豫了哎，因为我没想到它票价这么贵，380块 ！Oh my god！ 怎么办？这个穷人，那个 Mickey 这个穷人穷鬼，这里也可以在外面拍照是吗？哦，哇哦！草间弥生大师的点点作品。啊，这边可以，我这边也偷窥。好，我们在这边偷看一下就好。哎呀，粉红点点。这样我们也算看到了，恭喜恭喜！好啦，我要把钱省下来。我们小资族，等我成为百万 YouTuber 的时候，我要买什么票就买，好不好？看什么展全部随便乱看，一个人进去直接买团体票，买10张，好不好？开玩笑的啦，我们先省一点钱啦。不好意思啊，我没有让各位看到草间弥生的东西。然后前面就是大安森林公园了，我们去大安那边走走吧。我好像没有正式去过那边走，还没逛过大安森林公园。我们把钱省下来，等下请立德吃饭，好不好？我觉得走在台北街头有一个缺点，尤其这边骑楼啊，时不时就闻到烟味，都不知道是谁在那边抽烟。好，我们来当一下烟蒂纠察家，一个了，找到一个了，看到一个烟蒂了，来纠察一下。啊，那个大爷手上拿一支烟在边走边抽，难怪我刚才闻到烟味，是不是他身上传出来的？怎么没什么烟蒂啊？啊，好，找到了第2个烟蒂。哎，台北街头烟蒂是变少啦，看到2个而已，还是因为这条路比较干净？之前看到蛮多烟蒂哦，看到一个，3个，哦，4个，哦，5个，6、7、8、9、10。你在那边数烟蒂，为什么不把它捡起来？你在那边数烟蒂，为什么不把它捡起来？你在那边数烟蒂，为什么不把它捡起来？11、12，哦，这很多。为什么你在那边数人家烟蒂，提出问题而不解决问题呢？为什么你在那边数人家烟蒂，提出问题而不解决问题呢？哦，又有一个在那边臭13。看来是没有什么改善。批判家 Mickey， 我以为写光复大陆的，因为是陆光大姐啊。大陆不用我们光复它了，它很神奇的特色发展。我现在一路看过来，大概20几个烟蒂吧。还记得去年还是前年，我们在那边批判烟蒂的时候，竟然捡到2块钱，很好笑。那边看烟蒂，然后还捡到钱。哦，这边超多烟蒂的。烟蒂是不是一种生物啊？它们其实是活着的，就是如果有一只在那边的话，就很多会跟着它一起聚集在一起。它们会有点像海胆，大家知道海胆它其实是群居的生物吗？它们都会聚在一起。有一个大爷在那边抽烟，真的是很难呼吸呀、臭啊！前一阵子刚好听那个伯恩采访那个谁啊，台志远Tiger，他也是刚好讲到烟蒂的事情，对、啊，抽烟的事情。他觉得说，我在这边走路没有妨碍到你啊，但是你在那边抽烟妨碍到我啦。讲得真好、啊，因为我前一阵子刚好也做了一个那个抽烟如何让我厌恶的一个 podcast， 在讲这个事情。什么时候台湾才会更加文明一点啊？日本他们会有设置那种抽烟所，你知道吗？
大家关在那边抽烟，就不要你随便哪里都可以抽，污染这个整个空气。明明这里就是垃圾桶啊，那为什么烟蒂不丢进去还是怎样？很奇怪。还是因为它要在里面烧起来？如果会烧起来的话，你应该把它弄熄吧？这很莫名哈。批评加 Mickey， 除了批评之外，没有要做什么事情。出几个嘴啊，只有出一张嘴。我只是在分享我的观察啦，也没有要干嘛啦，因为我就喜欢观察。哦，大安森林公园到了。我很确定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大安这里没有来过。那时候我就跟我妹说我没有来过大安，她说怎么可能？你来台北那么多次，我真的就刚好没有来到大安啊，这是第一次大安很大哦，那边有提出一些公园禁止的事项，我们来看一下他说禁止什么好了。不可以丢垃圾，不可以停车，不可以洗东西，不可以破坏，不可以赌博，不可以晒衣服，不可以空拍，不可以钓鱼喂鱼，不可以吵闹，不可以生火住宿哦。然后不能放鞭炮，不能摊贩，不能尿尿，不能喂鸟，不能损毁花木，不能放私人桌椅，不可以滑板，不可以吸烟。就是这个啦，有些北七就还是会抽。然后不能放生弃养划船，这里面有湖吗？不然怎么划船？不能遛狗不清大便，不能喝酒，不能涂鸦，不能喂食。不能喂食讲了2-3次重复了吧？好的，我们会避开它所有规范的地方的那个事项。还真的有湖15那边有一个消防蓄水池啊，所以曾经有人在消防蓄水池那边划船，是不是？不然他干嘛说不能划船？想想也蛮滑稽的，在人家消防蓄水池那边划船。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我想要查一下，等一下跟 leader 会面的话要吃什么东西。这是有 YouTuber 在测试设备吗？很酷哦。还测试他麦克风。这个花是羊蹄甲，应该说这个植物是羊蹄甲。在那边野餐，度过一个人的浪漫时光，很羡慕这我也想做。这边是可以在那边踩，让水流动好酷哦。谁在那边写海地啊？海地是谁啊 ？Mass Wish 什么东东啊？谁啊？3分钟的冲刺这边还有防蚊液为什么大家都在那边休息啊？感觉像是一个舞台，会有人表演吗？我觉得这很适合那种脱口秀艺人，然后跑上去在那边讲笑话给下面的人听。我想讲会不会得罪到脱口秀艺人？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一个现成的一个表演场所啦，就是有一些表演欲的人可以在那边表演一下给大家看。比如，还真的有人在表演有那个，我们看到了一个太极高手，我们从缝里面看到。刚好最近天气冷，这样凉凉的感觉，真的会让我有在日本的错觉。因为日本对我来说，那个深刻的印象，第一印象就是冷冷凉凉的。所以之前有一次我夏天去日本热爆啊，那时候我就觉得这里超不像日本的，怎么那么热？好像有人在里面观察生态的样子。走这个森林小路里面应该可以做一点森林浴。萤火虫所以这有可能是晚上有机会看到萤火虫。还有鸟类观察家这边都是鸟类观察家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大哥。大哥，你们看到什么鸟？菱角鸮。酷。不打扰你们。在前面。是在前面的。你没看到吗？我其实没看到。他现在睁着大眼睛。很远吗？没有，很近。很近糟糕，我眼力不好。我看到松鼠，看到松鼠。看到了吗？在这里，他现在躲在这个地方。哇！看他现在躲在那里，睁开眼睛。它保护色半遮羞。对，它保护色。对，有松鼠。大哥，谢谢，拜拜。超酷的，来观察，那鸟很像猫头鹰的感觉，
他说叫菱角鸮是吗？我对鸟类一无所知，好好玩哦！真的耶，这边是萤火虫复育区，真好玩。刚才外国人觉得惊奇好不好？就是有那个防蚊液，他说有防蚊液给人家用，连我自己都觉得惊奇。台北是神奇之地。他们在拍什么啊？哦，这边水里面其实有鱼的，有很多鱼。其实这些鱼有好处哎，就是它可以防止决绝，就可以防蚊。哦，我知道他们拍什么了，他在拍这个啦。去看一下，这什么鸟啊？好可爱哦，超可爱的鸟，赶快拍起来。哇，躲起来了！这边还有一只姜母鸭。哎，捷运在这啊！那我们刚好去捷运，太好了。哦，这个建筑物蛮漂亮的，好酷哦，科幻感。哇，住在这边的人应该很有艺术气息。看到有一个大哥在那边自拍。他主持节目是不是？下面也很赞呢。这边竟然有那首歌哎，黄安的歌。应该的年代。这边超没人。这跟丽的约好了，今天超没人的，空的。那边有一些。到台北车站啦，去找丽。我在哪里？我在哪？车站大厅对不对？哎呦，胡搞瞎搞，找到了，应该就是这个车站大厅，是不是这里？啊，我找到了，就是这。哎呀，我太厉害了，其实都乱走说。哦，好了，现在是，我能用心电感应找到离德吗？离德，哇，圣诞气氛。Nice， 打电话给他好了。看来我们没办法用心电感应找到他。在哪里？他应该还没到。看不到。我们要拍示范数。哦，这个是一些小朋友的心愿哎，看一下，想要自己越来越棒。他想要电风扇哦，14寸直立式，这样就可以有自己专属的电风扇了。然后他的要求很明确，这个001。那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484。好，算了，太远了。小娟的圣诞心愿是每天都很开心哎，我喜欢每天开心是他的原因啊。哎，等一下，他28岁哦 ，Oh my god， 这不是小朋友的心愿哎，他28岁还是要小朋友哦，大孩子哦，那我知道了，这个是唐氏宝宝。嘿，你回来了！我在想说什么小朋友的心愿，那我那边看说为什么会有28岁的小朋友跟30岁的小朋友？我不知道你不知道有一个叫做纸杯大叔林一峰的人，他是在威士忌的领域是算很顶尖的。然后就是因为他有开课，对，算是开课嘛，对，就反正就是付钱，然后还有一个那个简单的一些酒款介绍，浓厚。嘿，有，偷拍，好好笑。国家摄影文化中心典藏开卷日治时期的写生贴中的台湾哦，清朝。这边大概那个时候是很出名的一个明信片哦，对。刚才跟那些同事们在讲，这个是什么弹珠汽水，那还封条的建的。哦，这个我们其实也是这么大的树，是蛮少见的。对。你看人在这个地方看起来就，它那个气生根，然后下面还有空间。对，气根。对，气根。酷哦，迪化街年货大街，对，最近要开始补年货了。
很热闹，很热闹。哇哦！这是排什么啊？哇，超巨大啦！超大铝杯卡。因为我家狗就长得很像那样啊，但是超小只，就是缩小版，但5倍以上。你是 YouTuber 吗？我有一个超小的小频道。那有没有？我会加芋头，所以我知道有一派人是反对芋头派，那我是支持派。对，会。好，那想问一下，你有没有什么过年比较特殊的习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特殊的习俗哦，拿鞭炮去炸别人家吧。拿鞭炮去炸别人家了。有炸到别人家吗？乱讲的。路上吧，马路吧。我乱讲。好。那过年都会做什么事情？过年，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还有这种习惯，就是会有守岁这种事情，就不能太早睡。对。那这个目的是为了让自己的家人长辈可以长命百岁，就是我们越晚睡的话对他们越好，但是伤害自己的身体。那你喜欢这件事吗？还是我其实平常就是晚睡，所以没有。哦，没有差。刚刚有一个人说初一有一个习俗是要早起，早上6点就要起床。是哦。对，你有听过吗？我不知道，我都是晚睡，我没有早起。如果长辈这样跟你说，你愿意遵守吗？早上6点初一要起床。我可以张开眼睛起床，然后再回去睡吗？可以。我讲的这么差，可以吗？不会，可以，很顺畅，对，很自然。我们就是这简单的问。搜寻时尚玩家 ，IG 就可以，对，好，就大概过年前的时候，你过年无聊可以看一下。OK， 谢谢。我都乱讲一通哎。金草草。哇哦，城隍庙大家在拜拜哎，这年货大街有一些干货，还有一些泡碟的东西，对家具的东西，我觉得那个东西其实台北真是神奇之地啊。不管是，讲到哪里去了？被村里一个打岔。